但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现在国内国际的局势都很动荡，尤其是国际，好，那就是美伊开战了。好，目前到底状况是如何呢？其实伊朗这边最高领袖是在发声，大家还记得吗？过去他的父亲哈米尼被斩首死掉之后呢，他后来被推举为最高的领袖。那好久没有看见他，最新他怎么说呢？其实他还是用声明的方式来表达，说伊朗不寻求战争，也绝不退让，将对于冲突期间造成的战损跟血债持续的追讨跟索赔。好，血债当然就是父亲的这个血债要讨回来啦。好，可见他在声明当中还是相当的强硬。好，那现在伊朗的军队高官也说伊朗的武装力量部队其实已经建构了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那分散化的结构、非对称作战等等的方式使得敌方感到艰难且难以掌控。好，那伊朗的地理环境对任何地面入侵者而言他们也直接放话，都是监狱跟泥沼。好，那伊朗的军方发言人说，他们已经做好了长期战争的准备。他们说希望能达成协议，如果谈判失败，也已经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那现在伊朗骇客就锁定了重大基建控制系统当中的可程式化的逻辑控制器。好，篡改界面的显示数据资料等资讯它会使得系统停摆、设备损坏，那进而会导致营运中断跟财务的损失。那目前伊朗的动作没有停下来，那核谈判的结果又是如何呢？我们看到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他说，据停火谈判，伊朗是不应该拥有任何核材料，都会被移除。他说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拥有什么，那也确信他们最终会将其交出，那必要的时候会亲自的去将其取回，然后会不惜一切的达成这个目标。好抱歉，所以就是美国防长现在就于浓缩铀的问题威胁伊朗。那目前白宫则说不让德黑兰具备核武的能力跟条件是川普绝不退让的红线。那目前也有特别讨论到是离10枚核武只差1步的距离，所以被问到说伊朗会不会示意交出浓缩铀，李威特也就是白宫的新闻秘书说，是的，他们有所表示，但没有说明任何的细节。那么伊朗的这边则是忽然就打脸了说，其实他们的核能首长有特别讲到说，德黑兰绝不会接受核浓缩铀的一个计划设限，那美国跟以色列的要求其实不会实现，而且终将会随敌而逝。那你可以看到美国方跟伊朗方通常呢讲话确实都是相当的不一致就是一方说有，但是一方却又打脸说没有。那目前美军的战力不足我们看到了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他也晒出了一个账本。他说，在伊朗的战事里头，美军消耗超过95万加仑的咖啡，那200万瓶的能量饮料跟大量的尼古丁。说这些数据不是说美国存在问题，而是因为他们为了国家牺牲巨大，忍受了不舒服跟充满未知的日子。所以这是凯恩他晒出了一个账本。那他当然只提了账本的一面另外一面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场美伊战事其实对美国而言相当的烧钱他们日均一天烧钱的大概就是超过5亿美元。好，所以如果以我们自己平常人推估的，大概是打了35天、36天左右，哇，大家就可以知道这场战事烧了美方多少的美金。好，那当然美国媒体也有特别讲说从4月以来，美国是损失了8架的死神无人机，所以总计损失的是24架的无人机。好，这些无人机的损失价格大概是7.2亿美元。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是账面下的数字还非常多。那美国现在还说要推一个这个好像是18岁的男子要自动入征兵的兵册。那说不登记还要囚刑他5年那就是美国越战之后其实还没有再实现过征兵都是采志愿役。但是1980年之后恢复了兵役登记的记录就是要应对国家的紧急状态。
那现在美伊这场战争呢，外界就质疑说有没有可能重新的实施征兵哦？那这对于美国的整个兵役来说，确实是非常大的转变。那大家就有问号啊，就问到了李威特。那李威特说啊，尽管征兵目前不在现行计划之中，但是总统明智的保留了所有的选项。好，就是因为他讲的"保留"2个字哦，更让大家引起说啊，这会不会就是一种讯号呢？好，所以网友大家对于这样的说法非常的反弹啊。有人就说啊，那川普你小儿子巴伦先上嘛，哈，要征兵大家就一起来。那有人说啊，巴伦也会被纳入征兵名册，对吧？好，那当然现在哦，美国的这个国内开始有一种反动的声音。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一开始的这个伊朗的动作。现在看起来他们的最高领袖是在发声，那不求战也不会退让。那到底接下来整个战局会走向的是比较平和的发展，还是持续会有一些动武的情况？我们先问两个。其实有关战争的谈判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就别想得到了。这个意味着，现在战局就是美国也拿不出办法啊。那美国你如果拿不出办法，凭什么要求比2017年伊核协议还要进一步的主张？因为伊朗心里有一把尺嘛，就是对比奥巴马那个时候的伊核协议啊，那个时候伊朗愿意退到浓缩3.67%啊，他并没有全部交出来啊，是接受原子能协会的监督嘛啊。我认为你如果要比这个进一步，那你一定要在战场上有新的进展了。那川普现在显然是拿不出办法，你可以看到，他那天讲到要摧毁伊朗文明提出来的军事方案还是轰炸，没有地面行动啊。不敢进去啊。我不知道你要轰炸，凭什么把话讲那么大声呢？这个坦白讲，要亡一个国家啦，或者要逼一个政权让步或轮替除了地面作战没有别的方法了。那美国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地面作战的方案。你不要说伊朗连欧盟的国家、欧洲的国家都不以为然，伊朗怎么会相信你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都是互不相让嘛，那表示这个彼此提的方案还距离解决问题还非常遥远，就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个除非美国有进一步的这个战争的进展否则我认为不会有结果了即便中国介入也不会有结果了，因为中国大陆也没有必要帮美国施压。中国大陆据我了解，这一次最多只有讲到说你应该展现一点灵活性不要都连谈判桌都不上。那伊朗是接受这个建议了所以他愿意停我2个礼拜嘛。可是停我2个礼拜，不意味着对最后方案的任何让步都没有，两边都没有所以目前还是僵局了而且我们知道以色列那个战场还在继续打，他还是在炸黎巴嫩南部而且我认为以色列也没有接受美国所有的意见就是说他是不是保证不会再打伊朗，我也看不出这个迹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谈判要有进展并不容易了。所以尤其是霍姆塞以下，我们要知道，只要伊朗能够维持攻击的能量，那油轮基本上没有人敢过了。我今天还看到一张图就是伊朗公布一张图，说那个四方的尖角都有水雷请过往的油轮要注意，最好接受我们的引导所以我觉得他的姿态还是很硬并没有所谓的要完全自由开放要开放出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大家自由通行，完全没有这样的迹象所以川普也对这一点感到愤愤不平嘛
所以我觉得目前还是僵着，而且我觉得随时恢复打起来的可能性还是很高了。对了，因为像赫姆兹海峡是川普心心念念的，所以这个东西看起来还是有限制的，没有完全通行哦。那当然，因为现在美国跟伊朗的互信相当的低啦，所以当然也相当脆弱。谢大使怎么看？对，其实川普在他的那个 Truth Social 里面发了一个文他说伊朗意思指责伊朗，他说你没有照当时我们要停火之前的那个协定，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荷姆斯海峡开放，那所以他现在是责怪这个伊朗不遵守当初的协议，因为你当初也同意，因为这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伊朗要开放荷姆斯海峡嘛，那川普就没有想说他对伊朗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承诺啦，应该就是说停火2个礼拜。那现在川普说你没有承诺你当时答应的这些事项，就是开放荷姆斯海峡。那可是荷姆斯海峡为什么没有开放呢？是因为事实上达成协议之后，然后这个以色列去攻这个黎巴嫩，把黎巴嫩真的是不能说打得稀巴烂啊。那这个10分钟就打死人家200多人啊，受伤的1000多人。专打人家的那个人口密集的住宅区，对，这个基本上其实很多欧美的国家、欧洲国家，美国除外，欧洲国家都公开谴责，这个是违反犯罪罪了。对，战争你不能老往人家的住宅区、贫民区去打嘛，那以色列就这样干了。那可是呢，就变成就是说，以色列说这个你们停火是停火，不包括我不打，我跟美国话，我听美国的，我不打你伊朗。可是不包括我打不打黎巴嫩，那就打了黎巴嫩，打得那么惨。那伊朗当然就说，伊朗坚持说当时是有讲好的，然后呢，当时的这个负责传话的巴基斯坦也说，当时讲好的这个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可是现在这个以色列不买账，然后呢，美国白宫也说没有包括黎巴嫩。所以现在你说两个本来要坐下来谈的，可是呢，这样子一弄的话，这个事情就搞黄掉了。那可是呢，问题虽然有这么多问题，可是现在又传出来一个新的一个说法，11号，对，美国副总统亲自带队到巴基斯坦去参加谈判。所以虽然有这些事情呢，你可以看出来双方还是最后还是决定谈吧。如果没有再有意外，应该是会谈的。因为现在也传出来，伊朗是派他的国会议长到这个巴基斯坦首都跟范斯副总统两个人开始谈判。那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最后背后的原因，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以色列的搅局然后双方的这些口角，我认为都抵不过双方都不想再打的这个政治现实。川普不想再打。伊朗想不想再打？伊朗也不想再打了，所以在双方有这样坚强的共识共同的利害关系之下，这样谈判我看是会开始。那这个东西谈判到最后呢，会不会有一个现在大家说，这个核废料交给美国，或者你们销毁把这个又浓缩又把它交出来，或者你在我们的面前把它销毁这个东西我认为很可能到最后可能没有结论，很可能没有结论。那没有结论是不是代表他这个谈判就失败了？我认为也不是。所以最后可能结果是双方停火。那个条件呢，不是各说各话，也是你要了10点，我答应1点，他要了15点，我答应2点，最后照样可以停火。那最主要就是双方都愿意停火，怎么条件，我认为都会有弹性的。是，所以当然就是能够上谈判桌来谈，看有没有什么共识嘛，所以将军怎么看？我没那么乐观。我跟你讲，就你要把每个国家的基本态势梳一下，心态弄一弄。是，你要是伊朗，他的态度有 nothing works， 我已经倾家荡产了，就剩下这3样东西。哪3样东西呢？一个，我没有核子武器，我将来也是亡党亡国亡种。因为以色列有这个死敌，我没有核子武器，我不能保存我生存，
所以核子的谈判有的拖，他不可能全部放弃。第二个，他的底牌是什么？我有地面作战，来呀，你美国能用陆军把我歼灭吗？啊，这个是美国不愿意干的。第三个的底牌就是荷蒙斯海峡，我把油再卡断，你们全世界金融危机、石油危机出来。所以他为什么最近放油放的很少？美国在抱怨，拿这个理由又要威胁伊朗。伊朗说我放得快，那我的这张牌就没有了嘛。那没谈到实际的结果，我怎么会放呢？荷蒙斯海峡我怎么会放呢？不会放。以色列是什么想的？我一下也消灭不了伊朗，但是我要把我国家两侧巴勒斯坦炸成一片平地。他要复制这个经验，就在黎巴嫩也要炸成一片平地。就是说，我家的身边没有房子，你们难民也回不来。这种战略的想法，就跟我到日本去看那个日本的皇宫里面没有一棵树。为什么没有树呢？有树就有刺客可以进来。我把这边夷为平地啊，你也巴勒斯坦的游击队也没有寄生的地方，你真主党的民兵也没有寄生，我就比较防御是容易了。但这种策略的执行呢，是很残酷的。你要把人家人民统统赶走，房子炸光，变成清空的一片荒芜的地。那所以以色列这个做法，他现在他也没有能力去用陆军去攻占伊朗，但是他也不希望这个谈判能够很顺利的进行，所以他不停的还在轰炸伊朗。他轰炸伊朗的目的是说，我把你打到民穷财尽，你10年20年爬不起来，就是说尽其可能的打，又在黎巴嫩尽其可能的打。他的战略目标就是肃清自己国家的两侧，消耗伊朗最后一点实力，这是以色列的国策。伊朗的国策就是说，我就拿这个事情来保地面作战、核子武器跟这个石油。最尴尬的是美国，美国现在为什么？我很早就讲打谈，有这个，他下一波，刚刚阿亮不是讲吗？又是轰炸，他除了轰炸，他还能做什么？那这段时间停火10天干嘛？补库存呐、就一方面有美军的参谋长讲，哎，我一天要消耗600万顿饭，760万。我告诉你，美国航母一天的伙食费就是11万美金。美国海军的标准一餐一天的伙食费19块7毛钱，在海外的时候，它就可能涨到22块。所以你算算看，一条航母一天吃饭就要吃掉11万，还不谈燃油料、飞机零副料件的损耗，美国也实在花不起。另外你讲的，美国说要恢复征兵制的年轻人登记，那是胡鬼的啦，制造一个美国安全有问题。我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真的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跟生存？不可能。就是他一再在制造这个问题，表示他是一个暂时的总统，但是这个僵局我看还有的弄。刚刚我讲的伊朗的3个底牌，他不会轻易放弃。那美国现在就比较尴尬。好，所以可以从这个帅将军的论点看出来，美国还有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三角关系哦。伊朗跟以色列都有他们的目的，但是美国现在还是要从谈判的部分来看他们如何退场。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现在美国跟伊朗似乎有一些谈判的契机。好，那当然最新也刚刚介大使讲到了4月11号可能就是这个契机曙光的展现。好，但问题是这场战局不是这2国而已，还有一个以色列以色列恐怕是最不想要战事结束的因为我们看到它确实也是炸了黎巴嫩。好，这让伊朗这边非常的不爽我们看到伊朗的总统裴泽斯基安他就讲说，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公然的违反了停火协议。他说我们会持续空袭，使谈判毫无意义所以呢，这个伊朗的手会始终握在
扳机上。好，那当然，也门的胡塞武装啊，这次也跳出来哦，他们说呢，以色列持续的轰击这个黎巴嫩，就会导致冲突全面重启。我们已经完全阻止以色列跟美国利用红海来作为敌对的军事用途。好，那以色列军方也说啊，真主党向这个以色列发射了飞弹哦，触发了警告。真主党说，他们在9号的深夜袭击了位在以色列海法军事设施。那今日向以色列发射了1枚飞弹，引发了部分地区，包含特拉维夫的空袭警报。那以色列军方他有特别表达说啊，这是对伊朗战争以来在黎巴嫩最大的一波经协调的打击。那总共出动的是50架的战机，那10分钟之内锁定了打击100多个真主党指挥中心跟军事据点，然后也击毙了真主党的领导人总书记卡西姆的侄子兼秘书。好，所以你可以发现以色列还是持续在用斩首的行动再把黎巴嫩的主要领导人给这个击毙。好，那以色列没有任何预警就向黎巴嫩贫民区投掷了炸弹。好，我们来看一下画面这个黎巴嫩卫生部表示至少有182人丧生。好，那这画面可以看到是突然有炸出了这个炸弹所以让大家呢是吓了一大跳。你可以看到马上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就嘣一声而且整个黑烟四散整个碎片也都炸满地。好，那当然现在有将近900个人是受伤了，所以黎国的总理办公室下令全国下半旗。好，在以色列针对数百名手无寸铁无辜平民的攻击当中，为亡者哀悼。所以很多陆续的画面出来大家对于以色列实在是非常的愤怒那当然，现在川普也有要求纳坦雅胡低调一点他说我跟 Bibi 因为这个纳坦雅胡的小名绰号叫 Bibi 说他跟纳坦雅胡聊过啦，说他会放低姿态。那他只觉得我们真的必须要低调一点那他相信以色列正在缩减在黎巴嫩的行动规模。纳坦雅胡真的是这样想吗？我觉得他像是脱缰的野马，根本管不住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谈。אני מבקש לומר לכם, אין הפסקת אש בלבנון. אנחנו ממשיכים להכות בעוצמה את חיזבאללה, ואנחנו לא נעצור עד שנחזיר לכם את הביטחון. ההישגים הכבירים שלנו, גם באיראן וגם נגד ציר הרשע, הביאו לשינוי היסטורי במעמד של ישראל באזור. הם גם הביאו לשינוי לקשרים שלנו עם מדינות, קשרים שלא היו בעבר. לאחר פניות חוזרות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Bibi 的好朋友川普叫他低调一点但是 Bibi 自己也是特别的讲，很强硬他说我们在对抗伊朗跟邪恶轴心帝国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就是说他不停火，还要在不停火的状态之下谈。那这代表什么？他根本没有把川普的要求放在眼里嘛，Bibi 真的是越做越大好，那当然现在纳坦雅胡因为他的这样不停火的状态或者是炸黎巴嫩的行动，确实让蛮多的国家没有办法认同。我们看到像是比利时的外长还差点被波及因为他到了这个黎巴嫩来访问，他是比利时的副首相兼外交部长这个普雷沃，那他就遭逢了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空袭，这飞弹落点距离他所在的比利时驻贝鲁特大使馆只有数百公尺，就这么差一点点，他就要被炸到了。好，那当然现在黎巴嫩被说是第2个加萨，那他的屠杀式空袭让各国都强烈谴责。欧盟说这样的攻击行为是不对的，也重申黎巴嫩应该被纳入停火协议的范围。好，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说这纳坦雅胡对生命跟国际法的藐视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意大利外长塔亚尼说他召见了以色列大使表达抗议，警告要避免黎巴嫩成为第2个加萨。土耳其外交部也以最强烈的措辞来谴责空袭说纳坦雅胡政府正在破坏和平还有稳定的国际势力。那南韩则是急喊撤侨这大使就警告说赶快走吧，再观望只会更危险，而且警告航班可能会随时中断。你可以看到这整个局面最大问题恐怕还是出现在纳坦雅胡的身上。我们先问亮哥。其实这里刚好凸显以色列的目标跟美国是不一样的啦。以色列就是要建立大以色列嘛，他要扩张版图啦所以我认为他去打黎南就是要兼并这个土地啦。
所以他把它当做加沙，这就侵略者哎。本来就这样啊。其实我跟你讲，以色列从来没有跟人家，他除了跟埃及啊签过那个西奈半岛的停火协议之外，跟中东这一边都没有签过了，都是这个和平协议基本上都不是目标。比如说1975年，他占领戈兰高地，叙利亚啊，到现在还没有签任何协议啊，那他就已经占领了。戈兰高地现在已经变成豪宅规划区，那个泽伦斯基的爸爸就住在里面，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就是这样的国家啦。你想跟他谈和谈协议，根本是不可能的啦，因为他只要抓到机会就继续打，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大以色列嘛，简单讲叫锡安主义啦。锡安主义就是认为以色列太小了，以色列只有2.2万平方公里，比台湾还小啊，而且它是平的，所以很容易被炸了。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够扩大领土。那如果打黎巴嫩，他就要往上打，要能够抢夺水源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早就是他的计划，因为纳坦雅胡早就有提过这样的计划，就是要扩张以色列的版图啊。然后对纳坦雅胡来讲，巴勒斯坦建国根本是不可能的啦，他根本就反对两国方案啊，所以连那个约旦河西岸，他也没把你当一回事啊，这个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决议哦。所以你去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国家，联合国决议也不甩，那美国跟伊朗谈的那算什么？你又没有讲到我，那我当然可以打啊。所以我觉得伊朗当然他要把动作做大，就是要逼美国要来管以色列嘛，啊，可是我认为以色列不会听美国的啦，因为以色列是美国的爸爸，是爷爷，他在美国有各式各样的影响力了，尤其是川普，MAGA的核心的就是福音教派，福音教派不是支持以色列，是最支持锡安主义的。其实我跟你讲，犹太人不一定支持锡安主义啊，犹太人也有左翼啊，比如说纽约有很多犹太人其实不喜欢纳坦雅胡啊，可是川普的核心选民叫福音教派，他们是完全支持纳坦雅胡的，这个就是川普的困难所在了，就说让以色列是牢牢的控制 MAGA 最核心的选民。所以你说川普说啊，我会跟 Bibi 讲，那有什么用啊？我不认为 Bibi 会理他了，他找到机会就在打啊，就是打他的大以色列计划，他不一定会再打伊朗，因为坦白说，以色列距离伊朗蛮远的，没有那个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做协助啊，以色列要飞到伊朗也不容易了，花钱。可是要打黎巴嫩那是绰绰有余啊，是就在隔壁嘛。对对对对，所以整个以色列的野心真的是昭然若揭。帅将军怎么看？对啊，因为打黎巴嫩，他的空军跟地面部队就可以施展了嘛，打伊朗只能靠空军嘛。你记不记得上一个月美国才批给他31亿的炸弹？对，空军的炸弹，他手上的武器就是这个嘛。因为他工地的飞弹并不多，所以他的空军强嘛。他当然把加沙，就是我刚刚讲的加沙跟黎巴嫩两边的清空嘛，他扩张的不止一次啊。狗兰哈也很早以前就是，他是怎么样攻下来以后就派老百姓去做屯垦区，屯垦区的居民是有枪有炮的，那你现在当地居民一反抗呢，这屯垦区就开仗了，那他还可以以色列政府再出面。所以他这种方式就蚕食鲸吞了，以前是蚕食，用屯垦区蚕食，现在干脆就是一片轰炸，通通炸成断墙残废，没有人能住。他的理由就是这样嘛，你这些恐怖分子就寄生在这个老百姓身上。你看以色列的做法非常绝，完全不顾联合国，难民营他打，教堂他打，学校他打，医院他打。你说这个国家还有什么？
那二次大战里面对他仅有的一点同情，现在是荡然无存。对，今天变成全世界1号战犯就是他，连美国老大哥拿他没有办法。川普是急于脱身了，家里面也出一屁股事，跟中国大陆又要会谈，对不对？MAGA又开始造反，他当然急着想摆脱这个困境嘛，所以叫副总统谈嘛，所以这个不会那么快。我觉得和谈这个事滴滴答答的啦，但是我们很注意看美国是不是在补库存。如果说伊朗条件不好，他又来一波，啊，把你发电厂打掉什么什么，他们美国跟以色列都在想施以最后的压力。这个压力在哪里呢？关键点就是你的经济还能不能撑下去，因为伊朗还是靠有一点点国家的资源在那里制造无人机、制造飞弹。他如果把你的经济打得完全崩溃的时候，他认为战争就可以结束。所以我觉得没那么快。所以还有蛮多的变化了哈。谢大使怎么看？以色列这个国家在2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存在的，没有国家也没有领土。他现在的领土。早期是说他们开始复国运动，回到他们这个祖先应许之地以后他说我买了很多土地，可是不是现在他买的是有限的，后来土地是一次一次战争打出来的，大部分土地都是战争打出来的，打赢了这块土地就他了，所以没有战争，以色列没有这个土地啊，对，国家都不存在，还有拿土地都打的，所以他要。国家土地继续增长，它就靠战争。没有除了战争以外，现在你说我出钱买你土地，有人会卖吗？没有人会卖嘛，只有战争，所以他只有走向战争一途。对，所以他这一次就是说，这是以色列长期扩大国家领土的一个好机会，用战争的方式，因为有借口就可以打。对，只要有一个有人开了头，那战争的时候是最好扩张土地，他不会放过这次这个机会。那在比如说约旦河西岸，那讲明那是巴勒斯坦国土地啊，可是以色列就用这种屯垦区的制度。我最近看一个影片，那个屯垦区的以色列的屯垦民众把原来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也就是巴勒斯坦国的土地里面把他们种的橄榄树全部砍掉，一片几千棵全部给你砍掉。他让你没有办法生活以后，然后就把你赶走，甚至有明白的把原来的原住民的房子用推土机把它推掉，是用这种方式所以说实话，他每天都在进行领土扩张，战争只是另外一种方式。不过这次打黎巴嫩，除了领土扩张以外，因为他是基本上他就说我是要增加缓冲区，一推就是40公里。缓冲区，黎巴嫩说你每次抢我土地都是先说要弄缓冲区，缓冲区弄下来以后就变你的领土了，就变你的领土了。那可是他这次是一箭双雕，另外他还要怎么样？他要破坏美国跟伊朗的停火止战。现在他们美国跟伊朗两边都想停火止战，对，以色列不愿意这个战争必须要打，不打的话，他哪有机会再继续他也要再怎么样有个借口去怎么样去削弱他这些敌对国家的势力。他很奇怪他北边也是敌国，东边也是敌国，南边也是敌国，所以他只有战争或者挑拨他这些敌国之间互相的战争，所以他绝对不希望这个战争停止，所以他去打黎巴嫩打得这么狠，基本上就是要伊朗退出这个和谈，那就好了，那他就达到目的了。所以他就是有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啦。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谈。
好，观众朋友们要带给您一个最新讯息哦，就是美国国务院特别有发声明说，美国的一位外交官在8号的时候，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遭到伊拉克民兵攻击的组织伏击。好，声明并未透露此伏击的更多讯息，还有人员的伤亡。好，但他们有特别讲到，伊拉克政府内部有某些成员持续的为这些民兵组织提供了政治资金和行动的掩护，会对美伊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伊拉克民兵的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也宣布暂停他们在伊拉克跟中东地区的行动，为期是2周。好，这是比较新的讯息，先告诉大家。好，但是伊朗现在确实是打死不退因为我们看到赫姆兹海峡管控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伊朗最高领袖提了3点的主张，包含的是损失赔偿、海峡新规跟不弃权利。那这是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哈米尼他的父亲已经被斩首，他是儿子接位。好，声明当中有明确的提出3点的主张，第一个就是伊朗必定向侵略者追索战争赔偿，然后追讨烈士的血债。第二个就是伊朗对赫姆兹海峡的管理是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第3个是伊朗绝不会放弃自身正当权利，会把区域内的所有抵抗阵线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加以考量。好，那目前看起来赫姆兹海峡确实不像美国想的这么好了因为伊朗的消息人士说根据他们双方的停火协议，现在伊朗每天只允许15艘船通过赫姆兹海峡，等于也没有甩美方什么安全通行没有这么乐观。好，那川普现在也在轰伊朗说你看你赫姆兹放油不利，表现得非常糟糕他说你最好不要给我收取费用不有的话最好停止。接着他又发文说你们在这个石油运输方面表现非常糟糕，也强调这不是美伊达成的协议。好，那现在 Mega 阵营也有人反了，这可能是川普最担心的他们唱川普很邪恶甚至有这个美国前联邦的众议员葛林他说言论非常的邪恶疯狂，那说要用宪法第25条修正案将川普解职，那甚至也有这个名嘴说川普好像有失智风险所以现在看起来内部的人反他也蛮多的。好，那《纽约时报》分析川普的贴文下面4万多条留言有很多人不解为何攻打伊朗，而且说他嗜血只有大概1/4的留言支持川普。好，这是川普的一个蛮大的危机好，那现在看到赫姆兹海峡的部分中国大陆他也有特别讲说伊朗战事爆发之后中方一直极力的促和止战那当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恢复波斯湾跟中东地区的和平安宁。那现在这个战争的形态一直随着科技的演进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看到中医现在打一个新形态，就是 AI 的网络战。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你个全毛怪，你再不开放虎口，我就要打死你。你的飞旗被我打掉了。少废话，我要降下天火，让你的文明彻底灭亡，渣都不剩。你的黑鹰部队被我打烂了。我天下无敌，我的铁脚连环船已经把海面包围了。你死定了你！骆驼的玄铁嘴，我晃了3天了，都是你的错。他可以绕南极绕南极要3个月，你让他绕，那是他效率问题。好，相关的 AI 生成还有另外一支就是用乐高积木人火烤美国的战机。好，也带大家看一下。Run back to your crib, you ain't safe on these blocks. Get lost, Goldilocks. OSCR, yeah, we spelling at your name. Send them to the slaughter, you the only one to blame. Bleeding for a pucker while you shaking in your sweet. LOSCR, taste the ash of defeat. LOSCR, yeah, we spelling at your name. Send them to the slaughter, you the only one. 好 ，Who is loser 呢？你可以看到，当然就是川普嘛。好，当然现在这种 AI 影片形成一种新的舆论战。好，我们看到一开始我们比较新的讯息就是美国说他们的外交官8号的时候在伊朗遭到伏击。好，我们一样先问亮哥。这个我不知道美国外交官去伊拉克干嘛因为现在的主要的谈判的地方应该是巴基斯坦，对吧？那伊拉克基本上，伊朗民兵的什叶派民兵还在那边攻击美军基地了，那外交官去能干嘛？
我坦白讲啊，美国这一次真的要考虑的是，他是不是二战以来建立的一些神话都被破了啦，走下神坛，这个才是他比较麻烦的问题了啊。比如说，他认为伊朗他介入战争的原因嘛，一下说核弹，一下说伊朗这个政权好战，一下说赫姆兹海峡啊。那如果是核弹，就要停止核武嘛。那如果政权好战，就要政权轮替嘛。赫姆兹海峡就是要强迫开放嘛。搞不好搞到最后3个目标都没有实现了，那怎么办？你如何去说你赢了啦？哦，而且你还有好几个点，神话都被打破了。比如说，你的美军基地到底有没有保护作用？其实这是中东的国家，这个恐怕认识的非常的深刻了。就是我花了那么多钱来建设美军基地，结果我反而被打，可能也蛮失望的。那美国也不能保护我，那这样设美军基地有意义吗？而且你的对手是伊朗，那如果你的对手是俄罗斯，你的对手是中国，那你去想想欧洲的美军基地，你认为能够防御俄罗斯的攻击吗？这个问题一定会被问嘛。那一样嘛，亚洲的美军基地能够防御中国的攻击吗？如果你连在中东伊朗都防不住了，那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应该比伊朗更强大啊。那你美军基地有什么用？所以我觉得真正在懂国际的人啊，现在在忧虑川普造成的后果了。因为伊朗这件事啊，现在已经有人在讲了吧，说美国把伊朗打强了啊，你知道吧？现在已经不是在讲说你们打败伊朗，而是你没有打败他，你没有赢啊，你就等于输了。对，你没有赢就等于输了，就是中东未来控制荷姆斯海峡的，实际上就是强国啊，因为它可以绑架波斯湾嘛。他反而创造伊朗成为强国。是啊，因为伊朗可以攻击荷姆斯海峡，是，所以波湾国家就必须跟他打交道啊。那这个并不是战前规则啊，所以我觉得川普恐怕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了。可是我认为他恐怕是真的输了啦，因为要扭转这个态势，我现在没有看到任何方法，就除非你真的征兵啊，派你儿子也进场去打啊，真正派出地面部队，勇敢打一仗，不然我实在看不出翻盘的逻辑在哪里。但我觉得地面部队更不可能了哈。谢大使怎么看？其实这一次这个川普发动这个对伊朗战争啊，有几件事是空前的。第一个空前就是说，美国的盟友、欧洲的盟友不但没有加入，而且是公然反对。说的更进一步，是公然阻挠。这个第一个啊，大概欧洲的几个大国的领袖都说，这场战争是违法的，是不义之战，违反国际法。你就是公然发动一场违法的战争。这个是在这个出兵的所谓的你用兵啊，是正义之师还是什么？还是一个罪恶之师啊？一开始人家帮你定了调了，这是很严重的。这个不但对现实你出兵的那个力道跟历史上你这场战争的地位那都已经人家都已经帮你怎么写好了。那第二个呢？欧洲不是没有跟随，欧洲不是只有反对，欧洲是阻挠设路障，不准你的飞机经过我的上空。这个已经不是反对，这是阻挠啊。对，所以这一场战争真的把美欧之间的矛盾推到了一个高峰。那这个战争完以后川普他说有些人就是永远搞不清楚状况，直到我放压力在他们身上，他们才会知道我的厉害，我的正确。他在他出售就这样写，包括写的那个大字 NATO。
所以这个梁子结得很深。那以川普这种非传统性的美国政治家那来讲的话，他现在又加上他又在强调这个格陵兰的重要性我看美国这个他跟这个伊朗的这个恩怨了结以后就要解决跟欧洲的恩怨，目标就是格陵兰了，就要解决欧洲恩怨所以这个从大局上来看的话，这场战争真的是有很多国际秩序两个大的区域国际秩序，欧洲的国际秩序，就跨大西洋的国际秩序，跟中东的这个国际秩序这两个地区块的国际秩序事实上都会改写，而且是蛮大的改写。那跟欧洲的话很可能是决裂，可是跟中东的话，就是中东的国家会团结起来，把美国的力量，我认为就是说 squeeze out， 就是说他是把你挤出去了，他不是当场跟你翻脸，可是也会象征就是它是一个美国时代终结的开始。对，我也认为这个场战争其实反而凸显了中西之间的势力有一些此消彼长的态势。将军怎么看？当然，现在看起来西方现在开始乱。以前美国跟 G7 是结成一块的，这变成世界上经济的大联盟。现在这个开始崩解以后，美国已经没办法在世界上当独大的一个领导了，而且他惹些这些摊子都不是很好收拾。你想，这个石油危机是大家万众瞩目的东西，你解决不了，你就是输了嘛。第二个，他的内政也出了问题了。你川普一上台，几个竞选的这个口号都被人家老百姓看穿了，所以我觉得他这次期中选失利，当成一个剥压总统，会不会行险？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东西狗急跳墙的时候也会做一些让你不可思议。你像这次对伊朗的战争，你已经快要到了国会容许60天的期限了，你再不解决，你看你怎么交代？那你再去弄格陵兰，如果格陵兰欧盟不给你点颜色，给你搞一点对抗，你更难看，尴尬。那根本就是你还要不要见容于西方国家？你东方你已经得罪了中国的大国，把它当成敌人，北边的俄罗斯也是你的敌人。你剩下只能欺负南美吗？所以这个问题下面一步的众叛亲离我现在是可以看得到，包含共和党自己内部，包含美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分子都会反。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快5月了嘛，5月了，再过几个月就期中选，这个东西川普的命运，我们看期中选就可以看得到。你参众两院失去了绝对的这个优势的时候，你看，美国至少我蛮佩服他们大法官还能够独立行使他的权利，参众两院当然更重视自己这个国会的一个力量嘛，哪里像台湾他们国会讲什么，立法院讲什么，行政院都不附属，这不是民主国家。美国至少他还残余了一点民主国家的规矩，所以对川普将来会有说约束跟限制，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了。现在嚣张的很随便放话打嘴炮，讲得很凶，能做到的事情很少。伊朗的问题摆明了，你现在解决不了。伊朗那2个底线是不会放的。